IWC 的飞行员系列呢，之前我们做过了2集的概述，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重点就放在 Top Gun。Top Gun 呢是目前 IWC 的飞行员家族里面，就是跟军事呢依然非常有直接连结的一个系列。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从 Top Gun 的严格开始看起，来更全面的了解 Top Gun。那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呢对 Top Gun 开始有初步的印象，可能都是会先从那个 Tom Cruise 的电影开始，那或者是呢从 IWC 跟 Top Gun 的合作，也有可能是认识 Top Gun 起源。那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其实 Top Gun 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OK。其实 Top Gun 它算是个昵称啦，它正式的名称的话应该是 SFTI， 它就是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1969年那个时候，因为就越战结束了之后，因为那场美国惨败嘛，所以他们认为说美国的空战部队，他们其实在空中战斗的技巧上面太弱了，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单位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强化这一块。那我们讲空中战斗的话，就是我们在看一些电影或者是动画里头的时候，就是2架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互相追击的那种画面，它基本上就是要缠斗这种空中格斗技巧。然后他选择的那些学员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从各个部队里头找最精英的出来，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精英部队。其实你刚讲 Tom Cruise， 我觉得差不多啦哈，就是你大概你对这个组织有任何重要需要理解的东西，你大概看那部电影就都可以知道了。那 IWC 跟他们的合作又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07年那个时候的话 ，IWC 他们推出的第一款就是上面挂了 Top Gun 这个名字的一个新款，然后那一款的话其实是一款黑陶瓷的追针计时码表。那这一款的话，其实它算是一个既有的款式的一个小改，因为其实 IWC 在06年的时候就推出过一款黑陶瓷的追针计时码表，那这一次的话呢，是把那一款拿来做修改。好，一开始就是说你跟 Top Gun 联名一定要把人家的那个 logo 打上去嘛，所以它在表壳的侧面跟底盖上面都有打 Top Gun 的 logo。那另外一个话，我觉得算是 Top Gun 后来被人家津津乐道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把它那个追针计时秒针中间那2根针啊，针的尾巴它那边的话做了一个红色的小飞机。那红色这个小飞机其实，据我印象所及 ，IWC 官方并没有真的很具体的解释过说那个飞机的机种是哪一个啦。可是就我自己看来啦，我觉得它那个飞机的轮廓应该是比较接近 F16啦。而且事实上，因为 F16也算是 Top Gun 他们里头就是一个制式的机种，所以放在那个位置的话，其实算是蛮合理的啦。然后他们07年的时候呢，就推出了这一款，然后加了这样子的改变，这成了我们第1代的 Top Gun。那其实那个时候除了追针款之外，还有另外出一个一般款的，就是阳春计时码表。所以最早的 Top Gun 的话，大概是有这2款存在。那 IWC 呢，它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个主打的系列嘛。那以飞行员系列来讲呢，大概就是落在2012跟16年嘛。那在这2个年份来讲，其实 Top Gun 它做了哪一些调整呢？IWC 他们其实过去的话，固定就是1年1个系列的大更新这样子。然后12年的时候，其实轮到了飞行员系列。那相对的，就是 Top Gun 作为飞行员下面的一个子系列，这个系列的话，它也做了改款。那12年这一次改款比较重要的大概有2件事情。第一个是它增加了新的款式进去，然后第二个是它追加了另外一个子系列，叫做米亚马这个系列。这2个大概是那一年改款比较重要的2件事情。追加款式这一件嘛，因为我们刚刚提过说，它在07年的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只有阳春计时码表跟追针计时码表这2种。然后到了这一年的时候呢，它加了3个新的款式进去，它加了一个大飞行员大飞，然后加了一个他们89系的自制计时机芯的计时款式进去。然后这是第2个，然后第3个话就是最复杂的，就是历来 Top Gun 做过最复杂的表款，就是万年历。所以它在这一年的时候加了这3个新款进去，然后所以是把他们整个系列就是膨胀到一个就是非常壮盛的一个系列。那另外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它还多了一个叫米亚马的系列。Top Gun 已经是飞行员下面的一个子系列了，然后在这个子系下面又加了一个子系列，应该算是孙系列的这样子。米亚马这个名字的话，其实来自 Top Gun 他们当初1969年的时候创立的时候的创始地。当然现在基地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了。它在款式上面的话，其实它用的是大飞跟刚刚讲过的89系的自制计时机芯。那可是问题是它的外观上面的话，其实跟标准的 Top Gun 其实很不一样。因为标准 Top Gun 我们前面讲过，它的特征的话就是黑陶瓷，然后红色的小飞机指针，这大概是一般我们说 Top Gun 的最大的那个识别在这里。可是问题是米亚马这个系列的话，它用了不一样的做法。它基本上的话，它陶瓷一样是黑陶瓷，可问题是的话，它做比较复古的感觉。像比如说面板上面的几个夜光指针或是夜光时标的部分，它都用了这种比较泛黄的、有种卡其色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表带的话，用的是军绿色的表带。然后它的面盘其实也跟一般的那个 Pilot 不太一样。在米亚马这个的时候呢，它做了内外2圈，它把那个小时写在
内圈，然后外圈的话呢写了很大的分钟的数字，就是50、15、20这样写2圈上去这样子。然后这种看起来的话就比较有早期那种。就是比较军用仪器的那种感觉，这个子系列还可以有自己的子系列，然后再加上还有高阶复杂功能，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系列的话，在Pilot 里头话是卖得非常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系列。那16年的时候呢，又轮到飞行员改款了，对，所以 Top Gun 这次也改。不过这一次的 Top Gun 改款的话，我觉得幅度相对算是比较小的，它大概就是做一些外形上面，还有一些比较细部上面的修饰啦。好，这一年的改款，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大概有一件事情，追加了一个马克18的一个款式，就是它把马克18做的像是米亚马那种感觉，面盘上面的配置啊，或是表带的选择上面，它都做的跟米亚马一样。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马克是个小款式嘛，好像加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一件大事，可是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去看Top Gun它从07年到现在其实它出的款式都不便宜，可是相对的话，马克算是飞行表里头最入门的一个款式。然后它现在变成在米亚马里头加入了那个马克18之后啊，它等于就是把整个 Top Gun 它的一个门槛就是拉得比较低。坦白说啦，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看到米亚马的时候，我个人非常喜欢。可能它那时候最便宜的一款的话都是大飞，那都是30万以上的，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距离感的。可是相对你这个时候你加入了马克18之后，你可惜把那门槛压到了大概20万上下左右，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入门来讲的话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件事情。那至于 Top Gun 他们本家的那一块，就是有关于黑壳黑面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它也做了一些修改。我们之前都讲到，就是说 Top Gun 最大的特色的话，其实包含的是它在秒针末端加的那个小飞机嘛。可是到2016年这一版的时候呢，它把那个小飞机给取消掉了，它只保留了一些像比如说小秒针的那个灰红色的，就等于说一开始我们对 Top Gun 的认知的一个重要元素的话，在这里的话算是取消掉了。对，这是在外观上面比较大的一个变动。那所以其实这样说起来，等于这2年的改款有帮 Top Gun 做了一个在外观上面的定调。那所以等到飞行员就是下一波改款是到2019年，就是以喷火战机为主的那一年的改款。那Top Gun在这一年又做了哪一些不一样的修改呢？其实相对于我觉得12年到16年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架构就是慢慢的定型下来了。可是比起来的话，我觉得19年的时候，他们反而投入了一些比较新的变数进去。我觉得这一年有个蛮大的重点是说，那米亚马到了2019年的时候被取消掉了，可是取而代之的话，他们加了一个。也许是更有吸引力的一个新系列，就 Mojave。那 Mojave 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个美军一样是美军所在的一个沙漠的一个名称嘛。那这个新款里头呢，它就是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外形上的变化，它采用了那种沙色的陶瓷，就是一种卡其色、浅咖啡色的一种陶瓷颜色。它整只表就是从表壳到面盘到表带都是用这个颜色做成的，对，算是蛮突出的一个新系列。那另外的话，其实在本家那边的动作，我觉得也蛮多的。他们这一年在本家那边的话，其实我觉得推出了蛮多新款式。第一个，他们加了马克进去。刚刚我们讲到马克的时候是放在16年的米亚马下头，可是现在连全黑的那个 Top Gun 里头的话呢，也有马克了，就是大家现在要入门的话是更容易了。然后除了马克之外呢，它也加了一个就是阳春计时码表，就是我们一般讲左3眼的计时码表。左3眼的计时码表其实在Top Gun 系列里头只停留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刚讲07年那个时候曾经出过，然后后来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阳春计时码表加回来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讨喜的选择。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在去年的时候呢，它把追踪计时码表加回来了。它是07年，就是 Top Gun 最原始的一个款式。可是问题在12年改款的时候呢，那一款就停产了，所以中间大概有7年的时间，我们是买不到追踪计时码表的。那我觉得，相信都很多人心里头一定觉得说，就是一个系列里头最早存在的款式，应该是最具有象征性的代表意义的。那在中间的话，它有这样一个断层，应该蛮多人都蛮失望的。可是19年的时候，它把追踪计时码表给拉回来了，应该是很多人都很开心的。而且它这一年，它不只是回来而已，它其实它在外观上面做了很多的不一样。好，之前的追踪计时码表的话就是黑陶瓷嘛，那可是这一次的话呢，IWC它使用了一个新的一个材质，它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叫做钛陶瓷。它的钛陶瓷的话，其实把钛金属拿去做，就是类似等离子氧化的一种做法，然后让它的表面的一层呢变成是陶瓷化，就是金属的表面陶瓷化这样子，让它同时兼具了金属跟陶瓷两边的一种性能强度。就像原来的那个 Top Gun 的话，它面板上面可能还保留一些，比如说白色的数字啊，或者一些红色的小元素，可这款没有，这款什么东西都是黑的，就完全就是那种 stealth 隐形的那种感觉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它不只是一个追踪计时的回归，而且它是一个蛮酷的回归。好，那刚刚我们聊完2019年嘛，那其实到今年啊下半年，其实 Top Gun 也发表了一款就是还蛮重要的作品，就是 SFTI 的特别版。
那 SFTI 这个特别版的话，其实你大概稍微往前追溯一下，因为其实 IWC 在2018年的时候，它先推过一个 SFTI 的一个限量版，应该说限定版才对，因为那个限定版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民间人士是买不到的。它那一版做出来的话，是专门做给就是 Top Gun 他们的毕业生或者他们里头的教官。那像那个时候他们做了2款，他们做了一个是马克18，然后一个是89系的自制机型，他们做了这2个版本。他在9点钟的位置的时候打上那个 SFTI 他们的那个队徽，那 SFTI 其实就 Top Gun 嘛，那只是现在不当 Top Gun 这个名字了啦。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表款上面还会打上，就是说每一个毕业生他的名字跟他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他的军阶。所以那款是蛮低调的发表，他并没有发新闻稿或什么的，可能你要 follow 他们总裁的 IG 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子。那 IWC 他们到今年的时候也算从善如流了，他们就把原来的 SFTI 的限定版做了一个民用的版本，就是民用版本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都可以去到表店就可以买得到，但它是有限量的，可是基本上它的资格上面是没有设限的。那它的在外形上面的话，其实跟前面讲的那2款的话，其实是蛮大的差别。第一个，它没有打他们的那个队徽，当然就是我们没有资格拥有那个队徽嘛。可是相对的话，取而代之的话，它恢复了一个就是刚刚讲过大家非常在意的一个小特征，就是那个红色小飞机这件事情。那个阳春计时码表的那个中央的计时秒针的尾端，又把那架红色小飞机加回去了。可是很好玩的是说，之前那个红色小飞机做的话应该是 F16，可是这一次的话呢，它做了另外一个机型，它做 F18。可能大家现在讲到美军的战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F-22或是 F-35嘛。可问题是，像 Top Gun 他们这种训练部队的话，通常不会开到这么高阶的机种，所以它里头开的是 F-18，所以它这一次的话就把秒针那边就是做了一个小的一个 F-18，而且它这次是做镂空的，所以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特征在那边啦。就是即使你不是 SFTI 的毕业生，可是你仍然可以买这一款，当然前提就是说你可以抢到它那个配额啦。那所以其实他去年也推了一款蓝天使嘛，那其实是不是代表说，其实 IWC 它除了跟 Top Gun 合作之外，它是不是有帮一些其他的军事单位在制作手表？蓝天使的话，其实他们有特技飞行队嘛，它也是美军实际存在的一个部队。那像这款它做出来的话，它的它外形的话是黑壳，然后蓝面，然后可能刻度的部分用了黄线。那像这一款的话，它基本上是民用的，就是说我们都可以买得到这样子。那可是除此之外，他们也有帮美军其他一些部队专门为他们定制一些。他这边说你要是那个部队的所属，你才有资格获得这样子。那像那些部队的款式的话，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私下跟他们合作，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让我们这些一般的消费者知道。只是今年他们就趁着 SFTI 发表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一批就是公布出来给我们看，那非常精彩，非常多款式。那现在关于款式的话，它基本上都还是跟刚前面讲到的一样，它还是一样是用马克跟那个89系的自制机型下去做这2个款式，然后把9点钟的位置呢换成他们的队徽，然后除此之外再另外加入一些小的改款。每个部队他们的队徽其实都各有特色嘛，那再加上他们可能会根据他们自己队徽或是他们自己队上的一些象征的一些颜色或者是一些图腾，他们会把它加在表款上面。像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会把日期窗里头日期的颜色改掉，那有一些他们可能会把表带的缝线改掉，有的那个缝线的改法还是上一条表带跟下一条缝带2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可能一个红的一个蓝的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他们那种各个部队的那种各队的他们那种专属的表款，其实非常非常精彩，然后我们都买不到，对，就是这样子。好，那像我们刚刚聊到那么多，就是 Top Gun 的严格啊跟发展历史，其实这样我们一路看下来，其实飞行表发展到现在啊，其实它是不是已经就是变成它的风格已经有点凌驾于它的机能性之上了呢？当然啦，因为绝大部分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这些买飞行表的人，我们都一辈子可能没有机会自己去开飞机，对，所以其实它那些机能性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个假议题，可是并不表示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就随便做，并没有。你看像现在就是，即使是从今天 Pilot 标准的做法好了，他们里头一样就是基本的防磁一定具备，因为防磁大概就是飞行表里头最基本的一项功能。那包含 Top Gun 在内，他们的防磁基本上都是做到的。相较于一般的 Pilot 的话，Top Gun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用黑陶瓷这件事情嘛。那其实我们看其他系列表孔，我们也知道陶瓷其实是一种物理性能非常强的一种材质嘛，它轻耐刮，然后又坚硬。那像这些特色如果发挥在今天你带在驾驶舱里头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战房是个非常小的环境，所以你任何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动作，可能那个表就会撞到，就会靠到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表壳本身耐撞能力比较强的话，那其实在这个地方的那个防撞。那另外我自己有一个猜想啊，因为陶瓷相对于金属的话，它韧性比较低，刚性比较高。像你如果说你今天在像飞行这种环境，它本身的压力
变化很大，它本身的居力变化很大。有的时候它碰到这种很极端的那种压力，可能如果说你的表壳被压到变形的时候，你表径有可能会掉出来，就变成说两个之间的密合被破坏掉了嘛。那相对于金属的话，陶瓷在这个地方的耐性应该是比较强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坚硬的材质，运用在实际上的飞行佩戴的话，应该有是它的意义的。那最后，如果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其实 Top Gun 它在 IWC 的飞行员家族里面，它的定位算是什么？觉得 Top Gun 它其实蛮难得的一件，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它跟很多部队都有合作，也就是意味着说，其实这些表他们可能真的是有机会被驾驶员带上天空去。那我觉得这一点算是就是回溯到了就是飞行表它的本质，而不再只是一个情怀或者是一个致敬而已。它真的还是有发挥它作为一个飞行表的一个本分在这边。我觉得这点首先就很难得，这是其一。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一路，我们从2007年讲到现在，其实他们这整个合作已经超过了13年了，而且现在看起来那个合作还蛮稳固的，应该再往下还会再继续延伸下去。坦白说，你放眼去看表界哦，去跟这些特殊的部队合作的表款很多，可是很多都大概就是今年合作，明年就结束了，大概都是一个很短期的合作，持续到13年的话，大概一只手就数完了啦，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很长期的合作。那我觉得说，这合作我觉得是互相加分。今天 Top Gun 已经变成算是 IWC 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系列了，也有可能是透过 Top Gun 才认识 IWC 的都有可能。对，所以我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么长期是非常难得的。那我觉得说，谈到这次合作的话，算是蛮成功的一个案例了。